秋风一吹，柿子就甜透了。成熟的柿子自带充足糖分，这时不酿一瓶应季柿子醋就太可惜了。但柿醋容易生长杂菌，跟着这个视频从发酵冒泡到过滤熟成，一步步解锁稳定出醋技巧。喜欢发酵酿造的宝宝赶紧收藏订阅我，明年柿子季翻出来就能用，再也不用到处找教程了。柿子表面的白霜可不是杂质，那是天然酵母的藏身之处，不用额外加菌种，靠这层天然酵母就能把柿子酿成醋。酵母先把柿子的糖分转化为低度酒精，空气中的醋酸菌再顺势介入，一场自然发酵就酿成了醋。柿子醋的做法五花八门，今天就分享我去年亲测成功的家庭版做法，简单好上手。柿子首先要挑熟度，要选成熟变软的，越熟越容易成功，品种倒是没那么重要。买回来的柿子如果还是硬邦邦的，别急着动手，先放在室温下让它自然催熟变软，越熟的柿子糖分越足，发酵成功率也会更高。由于柿子上有天然酵母，用很细的流水冲洗10分钟，不要把白霜擦掉哦，放在网架上自然晾干，别用纸巾不巾擦干。用白醋轻轻冲洗表面，既能带走残留杂质，还能起到简单杀菌抑菌的作用，减少杂菌污染风险。入瓶之前先去掉蒂头，接着切成4到6块，把撞伤损坏的部分彻底切除，避免坏果影响整体发酵。处理好的柿子块要满满塞入提前消毒过的无油无水玻璃瓶中，瓶口用75%食用酒精软块清洁湿巾清理一下，消毒过的棉布巾用白醋打湿，盖住瓶口，再用橡皮筋牢牢固定住，这样既能保证透气，方便酵母和醋酸菌发挥作用，又能防止灰尘和杂菌混入。我做了2瓶，左边是生柿子，右边是熟柿子。我们先看看成功变成醋的熟柿子，才到第4天，柿子就彻底变软，开始自然吸出甜甜的果汁。柿子肉慢慢浮到瓶身顶部，瓶里更是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气泡，正是天然酵母在努力工作分解糖分的信号。酿醋的时候，棉布尽量别打开，减少杂菌混入，但为了拍摄，我冒个险打开给大家看看。这时候的柿汁散发出过熟的水果味道。到了第6天，上层的柿子肉已经分解得更细碎，而下层的柿肉还保持着固体状态，能明显看出上下层发酵速度不一样。这时候得用消毒过的筷子把它们彻底搅拌均匀，让所有柿子肉都能充分接触发酵液。到了第7天，凑近瓶口闻一闻，能闻到淡淡的酸酸气息，每天都搅拌一下。第10天，酸味变得特别明显，柿子果肉从上到下分解得更细碎了。如果表面出现一层薄薄的白色薄膜，是产膜酵母，避免受杂菌感染，一片搅拌进去就好。到了第11天，产膜酵母出现了轻微污染，出现时需要及时捞除。柿子果胶多，出之后粘度高，容易缺氧，阻碍氧气流通，影响醋酸菌代谢平衡，导致发酵不稳定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主动增强酸度，帮柿汁更好地排挤出杂菌，让发酵更稳。可以加入9度白醋或者有醋母的苹果醋，快速提升整体的酸度，抑制杂菌滋生，帮柿汁顺利过渡到醋酸发酵阶段。等到了第20天，发酵终于迎来关键点，柿汁表面没有再出现半透明薄膜，凑近闻满是醋酸香，尝一口更是酸味主导，完全有了果醋该有的风味。这时候就可以过滤了。用消毒过晾干的棉布袋，由于过了1夜，使用之前我再用白醋打湿消毒，双重保障防杂菌。把发酵好的柿醋倒入袋中，棉布袋能彻底分离果醋和果渣，过滤得更细腻，就是需要点耐心和力气。双手用力挤出柿醋，柿子醋可直接用于料理，也可以每天饮用少量，需要兑水稀释饮用。喷在菜园的果树和蔬菜上，还能改善菜叶的色泽。压榨后的果渣也可用于堆肥。
放进消毒过的玻璃瓶。我想看看是醋结醋膜的能力，所以用了宽口的玻璃瓶。过滤完成后，一瓶清爽又带着柿子本味的温醇柿醋就做好了。如果不做实验的话，放入扎口瓶保存。接下来我会对比生柿和熟柿的熟成表现和结膜能力，放入宽口瓶，继续用布盖住熟成。生柿子酿的醋开始出现污染，形成看似正常的醋肠丝状物，实际上这些是白色的污染物，时间长了薄膜颜色偏红。被杂菌污染的果醋酸味变弱，污染的范围会越来越大，甚至闻到馊味就不能食用了。我们再来看看熟柿醋的状态，醋的酸味仍然浓郁，酸液清澈干净。熟成期间要记得定期更换盖布，每次换之前都要消毒，全程注意隔绝尘埃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它的颜色慢慢从淡黄色过渡到深黄色，最后变成微润的褐色，风味也会越来越醇厚浓郁。柿子醋中多酚氧化酶活性较强，容易引发褐变反应，生成黑色素沉淀。到了第53天，熟柿醋的表面才出现稀疏厚薄不一的醋膜。跟我经常做的苹果醋比较，柿醋稳定性差，容易受细菌感染，这跟柿子的成分特性有关。柿醋因柿子高单宁抑制醋酸菌活性，高果胶导致肢体粘度大，容易缺氧，加上天然有机酸少，使 pH 波动大等特性，难以形成苹果醋那样的完整醋膜，都属正常的现象。只要发酵过程中无滤酶无腐败味，通过观察颜色、嗅闻气味、品尝味道判断状态，也是可成功酿出柿子醋的。看着它从果香变醋香，这就是秋天的味道啊！一年仅一次柿子季，教程收藏好，别弄丢了。想要知道后续我怎么保存柿子醋种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回见。